一群废物，还妄称4大名医，连我父亲的病因都查不出来。上官小姐饶命啊！令尊的病属实奇怪，我们行医多年，从未见过呀！饶了我们吧。陈管家，在全球范围内发布寻医令，谁能治好我父亲的病，我上官淼就嫁给他，再奉上上官集团万亿资产。是。天池一尊定生死，肉白骨。我此次下山，一为帮助世人脱离疾病苦海，二为与护海周家小姐周雨溪完成15年前的婚约。这是失传100年的邪恶噬心蛊。哇，这架势有危险。陈管家，请务必找到能医好我父亲的名医。遵命。小姐，留步。不好意思啊，请问你是？我叫林楚，你家黑气冲天，必有灾厄，我可以帮你。黑气冲天？这位先生，家父确实病症缠身，可是我们要找的是治病救人的医生，不是你这样的算命神棍。臭算命的，别在这碍事儿，赶紧滚！令尊10年前便开始陷入昏迷，此后每逢初1、15便会昏迷不醒。若不抓紧医治，今晚会有性命之忧。你怎么知道我父亲的病症？我可以救你父亲。上官集团这么些年来寻遍天下所有名医，连老爷子病因都看不出来，你一个算命的也敢说能救人？不怕彭大杀了舌头？不是，我真能治。我知道你讨生活不容易，这里有200块钱，你留着用吧。要是被我姐姐知道你拿我父亲的病症来开玩笑，惹怒了她，我可救不了你。上官小姐，你心地善良，是个好人，只可惜天妒英才，命不久矣。臭算命的，你敢咒我们家二小姐找死！哎，先生，此话怎讲？你每逢月事，心脏必如刀刺火烧，疼痛难耐。我说的可对？怎么样，上官小姐？现在你相信我可以救你父亲吧？好吧，我相信你。不过我丑话先说在前面，你要是治不好我父亲，我姐姐绝对不会轻饶你。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二小姐带路便是。父亲，想当年您带领上官集团在商界叱咤风云，整个护海为您马首是瞻。如今各方势力都对上官集团虎视眈眈，您要是再不行，该如何是好？大小姐不必唉声叹气，上官家主的病我能治。大小姐不必唉声叹气，上官家主的病我能治。五谷帅手见过大小姐，这位是金针医王和齐桓丹圣。见过3位神医。我们3人根据寻医令接榜前来，榜上说只要能救醒上官家主，便可继承上官集团万亿资产。此话当真？只要3位神医能救醒家父，上官集团定履行承诺，绝不食言。大小姐不必担心，有我金针医王在，3针之内，令尊必醒。如此，便仰仗医王了。听闻医王妹妹从不超过3针，是真是假，今日便让我们开开眼。医王妹妹，请问找到病因了吗？大小姐，令尊这病属实奇怪，是我才疏学浅，救不了他。难道就连金针医王也查不出我父亲的病因吗？
从我刑侦来看，令尊的身体并无大碍，但气数已尽。我行医数十载，从未见过有如此病状之人。妹妹呀，给你先诊的机会，你却不中用。让我来，3分钟之内定让令尊痊愈。圣手快请，家父的病就靠您了。怪事，老爷子的脉象四平八稳，但体内生机却油尽灯枯，连我绝学招式都救不醒。大小姐恕罪。就连圣手也毫无办法了吗？上官小姐不必着急，他们2人看不出问题，还有我岐黄丹圣在，定能让老爷起死回生。这是我家的独门秘方回魂丹，服下后任他3魂离体，七魄将散，亦能逆天改命，起死回生。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来！请丹圣速速救我父亲。上官集团万亿资产，小女子就笑纳了，还请大小姐不要食言。我上官淼说1不2，绝不食言。好，那我便为上官家主服下这颗丹药。入手。若上官家主服下这颗丹药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。谁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敢拦丹圣治病救人？姐，这位是林楚先生，他说他可以治好父亲的病，我便带他回来看看。简直胡闹！他不过就是一个算命的江湖神棍。姐，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可是林楚先生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就说出了我的私症。我觉得他是懂些医术的，况且父亲现在危在旦夕，我便带他回来试试看。二小姐，你随便在街上找个算命先生过来治病救人，那我们这些神医还用来干什么？可不是嘛！我看啊，他最多学了点医术皮毛，根本不会救人。你们3人学艺不精，也敢在这妄称神医，治病救人，传出去也不怕让人笑得发芽。二小姐，如果你信这算命神棍能救你父亲，那我们走便是。丹圣留步！我当然相信你医术无双，能够救醒我父亲。你且慢，这就把这个算命的神棍给赶出去。来人！无妨。大小姐既然不相信我，我走便是了。只是怕我走了之后，这上官家主活不过今晚，神仙难救。危言耸听！我看你连上官家主得的什么病都看不出来。我当然看不出来是什么病，因为他根本没得病。上官家主躺在这里昏迷不醒，你说他没病，在这睁眼说瞎话。不过是个罔顾事实、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罢了，不必在意。你们还在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给我抓去！慢着，林先生，你有什么真本事就赶紧使出来吧！只要能救好我父亲的病，我也可以嫁给你。二小姐，我看这人就是贪图上官家的亿万家产，装神弄鬼，想来骗你。今天有我们3个在，必须揭穿他无耻的嘴脸，为我们医学界正义。我原以为你们3人是学艺不精，没想到是有眼无珠。上官家主根本没得病，他是被人下了蛊。下蛊？没错，此蛊名为噬心蛊，中蛊者表面无伤无痛，脉象平稳如常。然而体内精血早已被蛊虫吸食殆尽，所以才会长期昏迷不醒。今日便是这蛊虫破体而出之日，若不抓紧救治，上官家必死。不可能，你骗人也就罢了，现在竟然连下蛊之事也敢说出来，荒唐可笑！无耻之徒竟然为了骗人毫无底线。大小姐，请您尽快把这人抓起来，以正我医道风气。对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
可是我父亲的病症和他说的一模一样。林先生，还请您速速救我父亲性命。慢着，据我宗门记载，蛊毒制毒这些害人无数，早在50年前便被天池一尊绞尽杀绝。你怎会知道蛊虫之事？不错，上官小姐，这个人出现的时机未免也太过巧合了吧？我看这蛊就是他下，他在这贼喊捉贼。没错，此等下蛊小人心肠歹毒，十恶不赦。我今日必定将你挫骨扬灰。林楚，你究竟是谁？大小姐，刚才所言，你若信我，我便出手救人；你若不信，我便不再打扰。姐，林楚看起来不像是坏人，况且现在连3位神医都诊断不出，束手无策，咱们只能相信他了。二小姐，万万不可！如果听信小人谗言，日后酿成大错，还怎么向上官家主交代？可是现在只有林先生能救我父亲。林楚先生，还请你出手相救。看在和二小姐有缘的份上，我便出手救你父亲。这里不是救治之地，若想救你父亲，请大小姐随我去卧室去。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，你竟然把算盘打到大小姐身上。我从医这么多年，从未听过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规矩。大小姐，依我看，这人既想骗钱又想骗色，我绝不让他在这胡作非为。陈管家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这歹人抓起来？若要引出蛊虫，必须用至亲之人气血。若有外人在旁惊动蛊虫，上官家主的病情只会更加严重，发作的也会更快。胡说！此等方式我闻所未闻，你就是想借治病之由玷污大小姐清白。林先生，我也是父亲的亲生女儿，您看我的气血能引动蛊虫吗？当然可以。妹妹，姐，只要能够救好父亲，什么我都愿意。大小姐，请务必保证在治疗完成之前，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来，否则惊动了蛊虫，上官家主必死。林楚，你若是敢对我妹妹有任何非分之想，上官淼定让你生不如死。林先生，您需要我做点什么？把衣服脱了。脱衣服？你别误会，脱衣服是为了让蛊虫更好的感受血气，衣服越少，效果越好。只要这蛊虫离开你父亲的身体，我便能救他的命。好。把手给我。心血为引，五谷现形，三魂正位，七魄飞，今日真无，独耳击山。出！大小姐，你糊涂啊！你怎么能相信那个骗子的鬼话？就这么放这二小姐和他进去了？是呀，这骗子要是在里面真做出了什么事，一旦传出去，他倒是死不足惜，当二小姐的名声可就一辈子毁了呀！没错，大小姐，趁现在还没酿成大错，阻止他们还来得及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准没好事，那个人就是一个骗色骗财的江湖骗子。大小姐，现在为时还不晚，生米还没煮成熟饭，怕是等一下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大小姐，
你忘了刚才林先生说的话了？万一他们正在治病，咱们破门而入，上官家族可就危险了。大小姐，请务必保证在治疗完成之前，一只苍蝇都不能放进来，否则惊动了蛊虫，上官家主必死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林先生刚才说了，治疗期间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否则家父性命不保。我相信颖儿，她现在肯定是在救父亲。真是毫无下限！姐妹们说的没错，这人就是个骗子，竟然在里面做偷鸡摸狗之事。大小姐，你现在再不进去，怕是等会儿生米真要煮成熟饭了。杀的狗贼，玩弄我上官家，真是找死！赤心谷再次现身，下后之人必将为祸人间，一定要查出幕后凶手是谁。林楚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敢欺负我妹妹，我杀了你！姐，哎呀，姐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个心术不正的小人，现在人证物证都在，看你怎么解释。二小姐别怕，今天有我们3个在，这个流氓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淫乱小人，邪魔歪道，还不顺手就擒！哎呀，不是，你们真的误会了。林楚医生确实是在拔除蛊虫，救治父亲。好啊，既然你说你在治病救人，那为什么我父亲到现在都没有醒？大小姐，蛊虫已被我除去，家主稍后自会醒来。我与周家小姐还有婚约在身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笑话，你玷污了二小姐的清白，就想一走了之？站住！我若非要走，在我父亲醒来之前，如果你敢动一步，我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若想走，这世上还没人。住手！住手！爸，你醒了。爸，你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他体内蛊虫已被我拔除，只需好好静养3日，便能恢复行动。这位是？爸，您不是生病，您是中蛊，多亏了这位林神医，他帮您去除了蛊虫，救了您一命。中蛊？没想到林兄弟年纪轻轻有如此高深的医术啊！来人呐！这是100亿银行卡和上官家的长老令牌，有此令牌，您兄弟就可以享受与上官家主同等的待遇。感谢林兄弟的救命之恩，小小薄礼，还请林兄弟收下。上官家主客气了，我救人从来只看缘分，不看身份地位。林先生留步，既然你已救醒我父亲，我将履行承诺，嫁你为妻。上官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早已与周家小姐周雨溪定下婚约，今日便是订婚宴，吉时也快到了，我也该走了。看来小李与林兄弟有缘无分呐。既然如此，老夫也不强留。以后林兄弟有什么需要，我上官集团随时听候你的差遣。正好有一件事需要上官家主帮忙。哦，上官家实力雄厚，务必帮我找出幕后下蛊之人线索，助我诛杀此人，还天下苍生一个安宁。一定一定，上官家必当竭尽全力查出此人。告辞。上官家主，既然你已无大碍，那我们也便告辞了。3位辛苦了，颖儿给3位神医各准备一份厚礼。
父亲，您大病初愈，应当静养为好。查下蛊之人的事儿，我去办就行。苗苗，在护海，我上官家从来就只有一个敌人，那就是蒋家。不错，在护海也只有蒋家的地位能与我们平起平坐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把黑手伸到我的头上来了。看来是时候找他们算账了。不好，方才林世英说他与周家小姐周雨溪有了婚约，可周家今晚的联姻对象分明是蒋家公子蒋玉言啊！哇，蒋家怕是有难了。父亲，你何出此言？50年前，世间蛊虫已经被天池一尊铲除殆尽了，而这个林兄弟年纪轻轻被食的蛊虫，更懂得治疗方法，那只有一个可能，他就是天池一尊的传人。一尊传人？那这周家岂不是祖坟冒青烟了，才能攀上林先生这根高枝啊？周家本就是不入流之辈，傍上蒋家以后，嚣张跋扈，目中无人。那林兄弟此次前往周家，必遭刁难啊！你赶快去帮他。是。我上官家更进一步的机会来了。说周家小姐多年前曾签订过婚约，怎么今天又跟蒋家联姻了？蒋家在护海可是权势滔天的存在，能傍上蒋家这条船，是护海多少人的梦啊！小女周雨溪早年确实被人救过，老爷子也确实让两人订过婚约，但现在老爷子已经去世多年，我身为周家家主，若是有人以此约定来攀附我周家，我周家绝不答应。这不是周家想帮蒋家，想背信弃义吗？所以，我希望各位从现在开始说话不要失了分寸。周家得罪不起蒋家，各位也得罪不起蒋家。如果那小子不来倒还好，来了也只能是自取其辱。你说谁自取其辱？你说谁自取其辱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叫林楚，奉师命前来与周雨溪完婚。林楚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啊！你一个穷乡僻壤跑来的穷小子，还真敢跑来和雨溪结婚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林楚，你既然来了，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你与雨溪的婚约，我周建山做主，与你作废。作废？你可知这婚约是当年你家老爷子磕头求来的？周家早就不是16年前的周家了，现在的周家搭上了蒋家这个大头，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？就是，我们雨溪啊是要嫁给蒋家少爷蒋玉言的。你一个算卦的臭屌丝，还想拿着当年的那份婚约赖着雨溪啊？也不撒泼尿照着，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。原来是土狗找了个好人家，难怪叫的这么大声。林楚，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当年你只不过是给雨溪挖了2根破草药，老子深明大义，今天还你100倍。当年的情我已经还清了，
赶紧带着这箩筐的草药给老子滚出去！林楚，要不是看在你当年救了雨熙的份上，我早就叫人把你轰出去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份婚约承载天地誓言，不可违背，否则天势降临，你们周家受不起。什么天使？你小子是不是看小说看多了还没睡醒？少拿那套神鬼玄学来糊弄！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婚我们退定了。周雨欣呢？她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没错，林楚，今晚你不该来。周雨欣呢？她也是这么想的吗？没错，林楚，今晚你不该来。周雨熙，你也觉得我是来攀附你们周家的？那不然呢？我周家蒸蒸日上，现在又和蒋家联姻，你拿着15年前的婚约，不就想傍上周家，趁机挤进上流社会吗？师傅，您治得了世间疾病，可终究想不到人心险恶。林楚，你当年的确救过我的命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是蒋家少爷蒋玉妍的未婚妻，未来更是护海的女主人，而你不过是个穷乡僻壤跑出来的穷小子，你我之间身份早已云泥之别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一个人可以把见利忘义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林楚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教训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周雨欣就算嫁给路边的野狗，坚决不会嫁给你这种臭屌丝。你一个乡野村医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，还妄想娶我女儿，做你的春秋大梦。我奉师父之命下山与你完婚，可没想到你们周家竟是如此见风使舵、见利忘义之辈。今天这婚我来退，退婚的后果便是周家家破人亡。我呸！我女儿的大喜之日，你这个臭神棍居然敢咒我们！滚！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在护海，居然敢有人在我们蒋家头上动土！老子倒要看看你个臭算命的是怎么让周家不可活的！哎呀，这世间本就分为3、6、9等，这尊贵和卑贱早已分明，就你个下等人，还妄想一步登天啊！啊！你是谁？蒋家蒋玉妍，没听说过。老子他妈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识相的赶紧退婚滚蛋，要不然老子扒了你的皮，把你的皮放到老子家门口，专门用来蹭老子鞋底泥。我天池一尊的婚约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哟，还真当自己是根葱呢？天池一尊也是你这种贱种配碰瓷儿的呀？玉妍，这天池一尊是什么人物啊？天池一尊乃华夏岐黄之源，隐于本名玄境，掌生死，通阴阳，乃是人间不可言说的禁忌。天池一尊如此的神通广大，那这婚约，但凡妄传天池之名，不敬天池一尊者，纵使是皇亲贵胄，也必将遭到天道反噬，血脉尽枯。正所谓天池现，天命改，妄言者九族殆。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，不过我的医术确实比普通医者稍微高那么一点点。哼，老子他妈说天池一尊呢，和你他妈有什么关系啊？林楚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真的管不了你的死活了。周雨熙，这婚约可是你爷爷当年在我宗门跪了7天7夜求来的，这是我师父赏给你们周家的。现在
你就是这么糟蹋他。哈！今天我周雨溪就是翻脸不认人，又能怎么样？今天的我来退。这破婚书，老子未婚妻今天就撕了，你能怎么着呀？啊！婚约既毁，天势便该降临的。你小子是入戏太深了吧？真当自己是天池一尊呐！天势，我周家如今运势如日中天，倒是你拿着一张破纸在这招摇撞骗，你才应该遭报应。我呸！你这穷小子，算命摊子混多了，还真以为自己能呼风唤雨了？林楚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从今以后，我周雨溪就是这护海的天。就算有什么天势，又能拿我周家如何？天势一降，你周家众人百病缠身，不可救药。周氏集团股价归零破产，产业尽数易主。我周氏集团市值100亿，就凭你一个乡野村夫，也配跟老子谈破产？这打个喷嚏就能把你淹死！哼，林楚，你话说那么多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这卡里有100万，够你下辈子花了。赶紧拿了消失，别耽误了我和蒋少的好事。真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。老子是护海的天，老子要你死，就是天要你亡。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？什么？蒋一言敢对林先生不敬，真是找死！还快点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的人，我看是你。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！天势来了！哎，于西，你怎么样？天势应验了，这人不会真是天池一尊吧？这周家得罪了天池一尊，岂不是死定了？不可能！天池一尊乃传说级别的人物，我蒋家何等尊贵，也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号而已。他妈的，这个臭屌丝怎么可能是天池一尊？你们蒋家在我面前不过是井底之蛙、跳梁小丑而已。林楚，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这就是天势，你们好好准备后事吧。不准走！老子他妈的今天非得剁了你这个狗东西！黄医生到。林楚，彭医圣乃当世华佗，是我蒋家御用医生，他救过的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有他在，你什么把戏都没用。彭医圣来了，我周家有救了。彭某协理，庆贺蒋少爷喜结良缘。庆鸡毛庆啊！老子未婚妻一家都被这个杂毛搞得半死不活了，你快看看怎么回事啊！什么？竟然有人敢害蒋少爷的亲家，真是胆大包天！我念你学医不易，奉劝你一句，这些人你救不了，不要给自己沾惹是非。看你的样子，倒像是学过几年医术，没想到心术不正，竟敢在蒋少爷的订婚宴上害人！林楚，你的雕虫小技在彭医圣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唉，好言难劝该死的狗。一针通脉，引正驱邪，2针定魂，朝阳环射，3针镇煞，逆命锁魂。大少爷，施针完毕，已无恙。我一点都不难受了，彭医生，果然厉害啊！林楚，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医者，不是你这种江湖骗子能比的。这口黑血吐出来之后，瞬间感觉身上轻松了不少，感谢彭医生。彭医生医术绝顶，敢问彭医生，我们刚才
这是怎么了？周夫人，方才你们几人只是中了毒而已，老夫已经施过针了，你和家人已无恙了。多谢。林楚，你这个小贼，竟敢给我们下毒！赶紧给我跪下！你下毒的小把戏已经被彭医生给拆穿了，接下来得好好算算我们的账了。就是，你果然是个无耻之人，狗急跳墙了就给我们下毒。我乃天池一尊，从不给人下毒，他不过是将天事推迟了1分钟而已。你他妈的少在这危言耸听，还不束手就擒，否则我就让你死无全尸！你医术尚可曾听闻天事无解？小伙子，我承认你的毒术不错，只可惜啊，走错了道，只会用这些下毒的小把戏唬人。天池一尊虽然这是传说中的人物，天事也的确无解，只是这世上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天事的记载。那正好，今天让你长长眼。林楚啊，你最好滚过来给我们道歉，否则我就让我的好女婿好的教教你怎么做一条狗。就凭你们这群蝼蚁，也配？大少爷，此等狂妄之徒，岂能脏了你的手？待老夫略施小术，替你擒来便是。留活口，老子还没玩够呢。天事还有30。装神弄鬼，老夫行医30余载，什么阵仗没有见过？待老夫用华阳针锁你经脉，成为废人，看你还嘴硬！华阳针，看来彭医生动真格了。这小伙怕是成废人喽。可惜了，年纪轻轻的，不走正道啊。10秒，你算自己死期，算的倒是挺准。现在下跪求我给你留个全尸。3，第一针，断你足三阴经，叫你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。2，第二针，碎你颈间大穴，叫你装神弄鬼，以下犯上。第3针，废你全身经脉，叫你蛮横无理，居心不良，给老夫跪下！1。这不可能！这个杂毛小子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天事不可逆，天事不可违，天事不可赎。就凭你们几个，还敢拦天事，真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。难道这是天事？你真的是天师？彭医生死法奇特，难道刚刚真的是天事？传闻一尊医术通天，这彭医生竟然顶撞一尊，真是死有余辜。天池一尊，就凭他？各位，你们都被他的邪门歪道给骗了。什么狗屁天事？那分明是蛮荒失传100年的禁忌巫蛊术。他根本不是天池一尊，他就是一个巫蛊妖人。没错，我也曾听祖父提起过，巫蛊祸事靠邪法伪装医道。刚才落下的妖异紫光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此等妖人，天地不容。彭老，一生行医积善，功德无量，没想到最后却被巫蛊邪医害得死不瞑目。若放任巫医横行霸道，凌驾于你我之上，今日是彭老，明天就是在场诸位父母妻儿。诛灭巫医，为我正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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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预言，你花言巧语，能把黑的说成白的。不过我倒是挺好奇，既然这巫蛊之术已经失传100年，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了？难道你见过
果然被这蒋少爷说中了。这五谷妖人急了，开始胡乱咬人了。大家小心防备，一同制服这五谷妖人。大胆五谷妖人，残害我徒，害我束手就擒！是李一仙，恒一圣的师尊。李一仙年近100岁，颇有仙人之姿，实力更是深不可测。这五谷妖人死定了。林楚，李一仙曾经受过天池一尊的一次点拨，医术当世无双，被称为活神仙。他老人家今天来这儿，你就等着死吧。与天池一仙相比，自然是有着云泥之别。这李一仙居然受过师傅指点，能在此遇上也是有缘。小子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却掌握五谷之术，也是天资超绝之辈。只可惜你入了魔道，杀我徒儿，冒充一尊，滥用五谷毒术，祸害人间，只是罪该万死。你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，居然连我的身份都看不出来！大胆五谷妖人！我看你年纪不大，口气却不小，你敢不敢与我比试3场？如果你赢了，老夫保你今日相安无事。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。从来没有人能在李一仙身上活着接过一掌，你今天死定了！哼！好。血气化形，怨妇成蟒，九阴俱煞，心毒勾魂，去！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！进阵为伍，3彩列阵，太乙敕令，万人归宗。去！小子，这是老夫的金针锁阳之法。什么？这……百草通灵，荣枯随心，气脉抽筋，青龙图形，去！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狐仙的至真阳足功，可以操控草药，绞杀10头大象。看这次怎么死！这五谷妖人好生强狠，居然能吸毒气、化银针或长春宫。聒噪！其一，从今日起，我与你周家正式退婚，从此以后再无任何关系。其二，我就是天池一尊，若不信，自可以去问上官华。林主，你下毒害人，冒充一尊也就罢了，现在竟然敢直呼上官家主的名讳。如果说天池一尊是一界的尊，那上官家主就是商界的王。没想到你这个臭杂毛想起来怪灵通的呀！没错，上官家主今天确实被治好了，但是肯定不是你这个巫蛊妖人。就是上官家主的疑难杂症，李一仙都束手无策，就凭你，怎么可能治好？玉言，我看还是尽早把这个巫蛊妖人抓起来，免得他在这里信口雌黄，满嘴喷粪。保镖，给我打死这个巫蛊妖人！上！我看谁敢对林一尊不敬？我看谁敢对林一尊不敬？这不是上官家的大小姐吗？听说上官家和蒋家不对付，她怎么会来这里？林一尊，大小姐居然叫他林一尊，难道真是这人救活了上官家主？
上官大小姐亲临于此，周家有失远迎，还望大小姐恕罪啊！上官小姐，我们今天抓了一个冒充一尊的巫蛊妖人，他大言不惭，居然说自己救了上官家主。正好您来了，交给您处置。上官大小姐，好久不见。听闻上官家主今日大病痊愈，我还未来得及登门道贺呢。这样，我把这个冒牌的巫蛊妖人交给大小姐您来处置，就当做是我蒋玉言的贺礼了。你们说他是巫蛊妖人，冒充医尊？没错，这个巫蛊妖人施展巫蛊妖术，把我蒋家御用医者彭医生打死，还把彭医生的师傅李医仙打成重伤。在座的各位都是见证者。预言所言不假，大小姐，这位就是巫蛊妖人，请您定夺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了，这位便是治好我父亲的林医尊。这人居然是救活上官家主的人，上官小姐都亲自作证了，这还能有假？咱们错怪这个巫蛊妖人，哦不，错怪医尊了。大小姐，您是不是看错人了？这小子就是个乡村野医，怎么可能是救活上官家主的医尊呢？是啊，大小姐，这小子巫蛊之术炉火纯青，最善蛊惑人心，不像正道之人。莫非你也中了这巫蛊妖人之道？怎么，林医尊救我父亲之时，还要请你们观看不成？上官淼，老子叫你一声大小姐是给你面子，你今天敢来老子的婚礼打我未婚妻的脸，明天就敢去我蒋氏集团砸场子。今天这小子不管是谁来了，也保不了他。真是当鼻子上脸，区区蒋氏集团，我上官家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。告诉你们，今日林医尊救醒我父亲，他便是我上官家的恩人，谁对他不敬，便是对我上官家不敬。林医尊，你们走。慢着，慢着！就算是这个臭杂毛救了上官家主，可是他给我未婚妻一家下毒，杀我蒋家顶级医师，这可是事实啊！上官淼，你想走，本少爷不拦着，但是这小子命必须留在这儿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还有周家这帮漏之鱼没被清算。你小子还在这嘴硬！我告诉你，我周家这么多年不是被吓大的，就是狗仗人势，仗着上官大小姐给你撑腰，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吧？狗仗人势不是你们周家的名片吗？林楚，你小子别给我得寸进尺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上官小姐在，你就能出得了这个门。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。显示。顾尊，我蒋氏集团想要并购林氏集团，可林氏集团的老总软硬不吃，三番两次拒绝我公司开出来的条件，还请古尊给他下蛊，让我吞了这老骨头，圆了小人的心愿。蒋天明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竟然敢指挥我做事！小人不敢，小人不敢，小人一切听古尊安排。让你儿子把周家的大小姐带，等我用周禹锡的极寒之体练就了终极秘蛊，好处自然少不了。犬子正在与周家人订婚，不出1个小时，便可将周禹锡带回家中，届时随古尊处置。天势，原来如此，
是天池一尊帮上官皇把了我下的蛊。慢着，现在去你儿子的订婚宴，还能捞个全尸回来，晚了神仙也救不了。记住了，不要惹那个算命打扮年轻人，你招惹不起。多谢古尊指点。你怎么了吗？你们别吓我呀！林楚，这个卑鄙的小人，是你害了我们一家人！玉溪，玉溪，你不要说话，深呼吸。玉溪，我的心口好难受，我快不行了。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救我。玉溪，敢得罪林一尊，真是死有余辜。怎么，你也想试试？老子今天他妈不弄死你，老子就给你姓李！住手！住手！林楚，我爸来了！你个臭杂毛，死定了！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他父亲蒋天明是这几年商界的一匹黑马，蒋氏集团在他带领下，近期能够与上官集团抗衡。蒋天明这个人做事心狠手辣，得罪他的人向来都死得不明不白，你还是小心为妙。那又如何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爸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我和雨欣好好的订婚宴，都被这个叫林楚的搅屎棍搞了一地鸡毛。他个臭杂毛，用无辜害死了周家一家人，还把彭医生也给害死了。我要拿他试问，他上官淼就一直护着他这个妖人。爸，你现在来了，你得为我做主啊！此事当真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但凡有一句假话，我天打五雷轰！蒋家主，周家人狗仗人势，顶撞天池一尊，被一尊降下惩罚，死有余辜。怎么，你就只听信你儿子的一面之词吗？不，爸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来不在外面闯祸。不是这个无辜妖人滥杀无辜，杀害了您亲家一家人。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，他们以为我蒋家无人了。怎么，你也要为周家出气，替你儿子打抱不平？现在去你儿子的订婚宴，还能捞个全尸回来，晚了神仙都救不了。记住了，不要惹那个算命打扮的年轻人，你招惹不起。原来如此啊！爸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你个臭杂毛，死定了！爸，你干什么？是他杀我们的人，你不打他打我！我告诫你多少次了，在外面一定要行事低调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今日若非这小兄弟对你手下留情，你早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爸，我看你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是他这个臭鸡毛先杀我们的人，是他先挑事儿的。这巴掌打你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。爸，你疯了！这巴掌打你惹是生非，屡教不改。爸，你干什么？是他！这巴掌打你狂悖任性，败坏纲常。什么？平日里猖狂自大的蒋氏集团董事长，居然会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下跪？蒋天明这些年不就是靠信息差上的位吗？他肯定早就知道这是天池一尊了。爸，从来都是别人给我们跪下，你今天怎么跪在一个陌生人面前？闭嘴！逆子，你可知道他是谁？
小兄弟，这卡里有100亿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这点钱就当是犬子给您的赔罪礼吧。那周家人的事儿呢？周家人的事是他们自己惹是生非，目中无人，死有余辜。我们这边不会走漏半点风声，另外也不会给小友带来一丝一毫的影响。烦请小友留下您的地址，我府上还有各类古玩、文物、香车、美女，烦请小友一一收下。还请小友今日放犬子一马。爸，你疯了！你给我们的仇人下跪道歉呀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关起来！不，哎，爸！小兄弟，您看我这样的处理方式，您是否还满意？蒋玉言的父亲倒是比他有眼见。罢了，此事本就与你蒋家无关，我只为周家退婚一事，其他的一概不谈。多谢小友不杀之恩，恭送小友。一尊，请。今日之事，但凡有一人泄露风声，格杀无论，懂？大小姐，前来此地所谓何事？难不成是令尊旧疾复发了？家父身体无恙，多谢林一尊关心。自先生走后，家父得到消息，周雨溪今晚的联姻对象是蒋玉言。这蒋家在护海也算是顶级豪门，虽不及上官集团，实力也是不容小觑。蒋家自从傍上这艘大船之后，更加嚣张狂妄，目中无人。家父担心先生来此地会受欺负，特让我来帮助您。果不其然，这两家人目不识珠，不识得先生真正的身份，差点伤了您。无妨，区蒋家和周家能奈我何？大小姐前来此地，怕是另有目的，但说无妨。林一尊果然是神机妙算，家父派我查下蛊之人一事已有着落，还请先生移步宅邸，共诛此贼。上官集团不愧为护海商界龙头，能够迅速查出此贼。林一尊，请。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，低调行事，低调行事，可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婚礼被毁，周家人被人弄死，我看你下面怎么收场。不就一个小小的周家吗？死不足惜，外面那么多家族求着我跟他们联姻呢，我就不信了。难道除了周雨溪都不行吗？你懂什么？周雨溪是百年难遇的极寒之体，是古尊点名要的人，把他娶进来献给古尊炼蛊，才是当下最要紧的事。你小子就是太过狂妄，目中无人，被人坏了这档子好事。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吗？我就不信了。没有他周雨溪，这生意还不赚了呢。还有，老子今天遇到的事儿够多了，又是什么一尊，什么天赦，现在忽然跑出来一个什么古尊，没完了你们！古尊，犬子激进冒失，口无遮拦，无意冒犯您，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再想办法给您找到一个像周雨溪那个体质的人。老爸，你在湖海可是首屈一指的存在，上官皇那个老东西都不敢拿你怎么样，你现在怎么跟一个长袍怪行如此大礼啊？求古尊放过犬子一马。蒋天明，你是不是忘了是谁扶你起家的了？小人不曾忘记，小人也不敢忘记。没有古尊您的帮助，我蒋氏集团连个屁都不是。还请古尊放过犬子一马。你作为护海一霸，连一个小小的周雨溪都弄不过来，看来你蒋家也没有服下去的必要啊。
老爸，古村饶命啊！你就看在我多年为你办了这么多的事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，饶我个小人吧。你还有一次机会，若再办不成，死的就是你。古村尽管吩咐，小人一定竭尽全力把此事办好。上官皇的二女儿上官颖，现在就在你的讲师大楼里。15分钟之后，我要看到她站在我的面前。若再有差错，什么样的后果，你比我更清楚。小人清楚，小人清楚。哟，林兄你来了，快请坐。不必拘礼，就当自己家里一样啊。上官家主，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3日吗？为何如此心急？托林兄弟的福，身体已然无恙。林兄弟，你给我治病的时候说我这个病是因为蛊引起来的，让我查清下蛊之人的线索之后，再告知你兄弟一声。我可不敢怠慢呐，还真查到了一些东西。家主但说无妨，林某洗耳恭听。10年前，我母亲去世之时，上官集团刚刚起步，处处碰壁，我是失落至极啊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碰到一位老者，说与我有缘，免费送了我1罐茶叶，并告知我，此茶不可泡着喝。茶叶不能喝？它是用来干嘛的？放在床头镇魂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你上官家就开始顺风顺水，蒸蒸日上，此后便成为了整个护海最顶尖的商业集团，所有人都对你马首是瞻。哎呀，林兄弟果然是料事如神呐！从那天起，我就时不时的昏迷不醒，直到遇见了林先生。那不是用来镇魂的茶叶，而是用来吸食精血的噬心。你家财万贯的代价是家破人亡。多亏林先生救我一家人的命啊！自从我醒来以后，那罐茶叶便消失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我根据记忆找到了这个人的线索。请讲。我们得知，这个人最后出现的地点是清风山。清风山，那不是我宗门所在之地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位老者送我茶叶的时候，便问了我想不想报仇。报仇之事又从何说起？没错，当年我母亲重病住院，救命的钱在路上被一伙贼人偷走了，耽误了母亲的治疗，最后老人家就仙逝了。然后您就遇到了那位黑袍道人。不错，当时我心灰意冷，遇到了那位老者，他抬眼第一句话就问我要不要报仇。爸，那您之后有没有再遇见过这个人？从未见过。这么说来，他能算出你的心事。我想起来了。爸，能不能把话一次性说完啊？那位老者当时身穿一件黑色道袍披风，那披风上有一个很明显的太阳标志。茶里有蛊，别喝。林先生，小姐情况如何？大小姐喝了这茶里下的蛊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事儿。不过，林先生有话但说无妨啊。不过
大小姐体内的蛊名为同心蛊，和你体内的噬心蛊迥然不同。同心蛊，顾名思义，中蛊者与蛊虫同心同源，蛊在人在，蛊死人死。而且，这蛊虫不在大小姐身上。什么？明明是淼淼喝下的茶，蛊虫却不在她身上。那蛊虫在哪里了？还望林先生指明啊！蛊虫在二小姐身上。顾尊，按照您的要求，人给您带过来了。你是谁？你想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二小姐，我只是想请您喝杯茶，叙叙旧而已。叙旧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何来的叙旧之说？此言差矣，我和你父亲上官皇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。当年若不是他收了我送的礼物，你们上官家族怎么能稳居护海第一家族的位置？换句话说，在这里，谁生谁死都是我说的算。我父亲收了你的礼，上官集团的点点滴滴都是我父亲一己之力拼出来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无心争论是非对错，我只是想从上官皇那里还给我一点利息。去，把桌上那杯茶给二小姐喝了。你想干什么？贱人，让你喝你就喝，哪那么多屁话？一念双生，痛痒皆知；千里一线，死生不离。命轮相扣，无漫连理；魂窍相引，同息共息。去。你得罪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给你下了个同心蛊而已。此蛊连接着你和你姐姐上官淼的性命，拔了此蛊，你必死无疑。不拔此蛊，1个时辰之后，你姐姐也会命丧黄泉。这次我倒要看看你父亲上官皇是保大还是保小。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你放心，我只是想跟你玩玩。我要想让你死，你活不过今天。去吧，把二小姐放回去。顾尊，能不能让我和二小姐深入交流一番，正好也缓解缓解我的丧子之痛啊！随你。多谢顾尊。二小姐，来吧，我送你一程。蛊虫在二小姐体内，如若拔出二小姐体内的蛊，二小姐全程疼痛难耐，性命堪忧；如若不拔的话，1个时辰以后，大小姐全身奇痒无比，七窍流血，性命不保。上官家主，看样子这蛊王八是在让你做选择题，保大还是保小？简直岂有此理！给我下蛊也就算了，竟然不放我2个女儿。不过林先生，既然要救人，也得在1个时辰之内找到隐隐啊！不用找了，二小姐就在这儿。什么？在这里？我刚让他去讲之前合同，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呀！老爷，不好啊！二小姐浑身是伤，破败不堪，被人堵在大门口。快，把人放下！快派人盯着蒋家，一派人盯着了。
颖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弄得如此狼狈呀？爸，我昨天在讲师谈项目，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还挺顺利的，可是后来蒋天明带人打断了会议，他让人把我绑到了他的家里去，他和他儿子还有一个戴面具的男人一起欺负我。那个戴面具的男人给我身体里下了蛊，林神医，你一定要救救我！二小姐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在这儿，你不用怕了。这个蒋天明真是好厉害了，敢动我上官皇的女儿！颖儿，你刚才说蒋天明和他儿子勾结一个戴面具的人给你下蛊？他和他儿子叫那个戴面具的男人是古尊。古尊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这个蒋天明想下蛊害我，看我不废了他！上官家主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救醒2位小姐，报仇之事等先救完人之后再议。林先生说的是，林先生刚才说，因为同心蛊的原因，只能救她们姐妹俩其中一个，莫非没有办法了？带我去卧室，我自有办法。林师弟，请跟我来。陈管家被古王八下蛊操控，但是盛风也没有。看来古王八是想操控陈管家来监视我，不行，得来个调虎离山计。把他放在床上就行。2位请便。上官家主，这房间里面不管发生任何动静，你都不要让人进来。还有，去给我准备一些新鲜的薄荷叶，我自有妙。一切听林兄弟的安排。陈管家，听见林兄弟话了没有？去弄点新鲜薄荷过来。老爷，这个季节可没有新鲜薄荷。我就去办。那就有劳林兄弟了。林神医，那下蛊之人说我和姐姐同时中蛊，只能救活一个人，此话当真？他所言确实不假，但是……那就请救活我姐姐。姐姐比我更加的坚毅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和父亲一模一样。我相信姐姐日后一定能够扛起上官的大旗，让上官集团走得更远。二小姐不用妄自菲薄，这同心蛊原则上只能救活1人，但现在原则在我手上。你们2位小姐都会相安无事，二小姐不必担心。这么说来，林神医，你可以救活我和姐姐。没错，但是这蛊一除，人心之恶难拔呀。那此话怎讲？我先帮你们拔蛊，待大小姐醒来之后，除掉下蛊人之事，我们再从长计议。你先躺下，闭眼，脱衣服。又脱呀？我懂，引蛊筹嘛。脱衣服。又脱呀？我懂，引蛊筹嘛。镜花水月本是空，双丝不语亦随风。灵台叩齿问三清，一点真阳照会门。
逆血回金，断骨气，还香斩念，破囚笼。天地自有清正气，何须同心锁残破？破！小心！这小子不错嘛，竟然胆怯同心骨，天底下也只有你一人能有如此本事，愧是天池一尊。陈管家，你也中了古王八的蛊了。古王八，快把陈管家还回来！还回来？可以。林主，把上官皇体内的蛊虫给我交出来，保证你能活着离开这儿。古王八，你的蛊虫在这儿。除！小子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这么好的东西，居然拿去炼药吃命救人，你真是无可救药，不可饶恕！林神医，还请你出手救救陈管家。陈管家，你心神坚定些，林神医马上就会帮你摆脱古王八的控制。大小姐，我现在心神无比坚定。开始就不应该把这小子带回来帮忙，坏我大事。抱歉两位，这人我救不了。什么？林神医，连你都救不了，那这陈管家中的是什么蛊呀？林神医，如果连你都救不好的话，那这世间还有谁能救他呀？蛊易除必难移，可这人心之恶我救不了，只能靠他自己救，除非活佛转世也无济于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陈管家没有中蛊，他受人指使，前来害你们两位的命。林神医，你说陈管家他没有中蛊，那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呀，这陈管家跟随我爸多年，从小看着我们姐妹二人长大，怎么会害我们的命呢？二小姐，你还记得拔蛊之前我和你说过什么吗？哦，我记得你说虫蛊易除，可是人心之恶难拔。林神医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陈管家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你们的父亲上官家主才是一切的源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就是你父亲派他来杀你们的。不对，现在是来杀我们的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是不是蛊虫还在体内？我还在做梦？姐姐，你快打我两下，快把我打醒！林神医，这件事情可开不得玩笑，此话当真？有没有问题？你问问陈管家不就知道了？他耳朵后面的黑火焰图案是他自己贴上去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在带路的时候让我看到。起初我认为他是在门口接到二小姐时被下的蛊，目的是蛊王八为了监视我们。但是二小姐身上除了同心蛊以外，我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下蛊痕迹。而且蛊王八现在十分自信，他想要杀我们不用大费周章，所以问题出现在你父亲身上。而且大小姐，你父亲没有和我们说实话。林神医一射通天，而且料事如神。二小姐，要我说，你最大的错就是把这小子带回来给老爷治病。老爷本以为要成仙了，却被你们一片小心，好心办坏事，坏了老爷的计划。你说什么？这一切竟然都是我父亲的计划？他昏迷不醒，都是装的。这不可能呀！我们给父亲请了那么多的神医，都对父亲的病症无从下手。你父亲的病不是装的，那些所谓的神医也确实看不出你父亲的病症。但是你父亲不是和蛊王八有一面之缘，而是交集颇深。我救了你父亲，无意间打乱了他们的计划。反正你们今天死到临头了，告诉你真相也无妨。老爷为了长命百岁，主动找到蛊尊，和蛊尊合作，吞下了蛊虫。从破体而出之日，便是老爷长命百岁、羽化成仙之时。不是这姓林的小子坏了老爷的好事。原来如此，是你父亲当年主动吞下的蛊虫，想要长生不死，代价就是你们一家人的性命。
你的母亲早已被蛊虫稀释掉所有精血，蛊虫破体之日，你们两姐妹活不了。而那天你父亲体内蛊虫被我取出，所以现在千方百计的来寻回蛊虫，再助他成仙。引我来此便是如此，想趁我给你们二位疗伤之时取我性命，夺回蛊虫。只是没想到这蛊虫已经被我炼成了丹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父亲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二小姐。最大的优点也就是你的缺点，太善良，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下辈子这个缺点记得改一改。老爷，事情办好了。喂，林天记，你要的领储我帮你搞定了，那我要的噬心蛊什么时候给我呀？上官皇，你还像当年一样无情，为了长生不死，肯献祭自己的老婆，现在又肯献祭自己的女儿。哼，恶狼不讲仁慈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我倒要看看我这个废物师弟的尸体还有多大的利用价值，能炼个什么丹？好，那我在府里恭候大驾了。我的蛊呢？古尊，这小子说把你的蛊炼成药，在这儿。小混蛋，真有你的！竟然把我的蛊炼成了药，真是罪该万死！林天记，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现在按约定该把噬心蛊给我了吧？约定？什么约定？我你个背信弃义的小儿，我们约好把我女儿和林楚交给你，你把蛊给我，助我长生不死，难道你要翻脸不认账吗？这三个人的贱命一文不值，我想让他们什么时候死，他们就得什么时候死。背信弃义的人是你，我已经帮过你一次了，让你从一个身无分文的街边小贩变成了护海第一，倒是你贪得无厌，还想给我谈条件。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那我把上官集团所有家产当条件啊！现在我上官集团可是富可敌国呀！那又怎样？我这个人最看不上的就是钱。再说，你的位置不也是我扶上去的吗？我可以让你上天堂，也可以让你下地狱。外面像你一样求我扶他上位的人多如牛毛。当初我为什么扶你上位？上官皇，你比我更清楚。不就是因为我老婆是5美人难遇的极寒体质吗？你想拿她炼蛊，你要我夫人的命，我已经给你了。我的2个女儿体质虽不及我夫人，但是她们2个人的命我也已经给你了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上官皇，不要问我想要什么，你要想想你还有什么。你现在已经没有了血亲，对我来说，你跟废物没什么两样。我忘了，你还有一只忠心耿耿的狗。怎么了？想跟我动手？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？我可和我那个废物师弟不一样。够了！我做事的一贯准则很简单，解决事情的方法永远在前方，不在后面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条件？上官皇，当年过来求我的权贵，那么我为什么看上了你这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呢？你看上了我，倒不如说你看上了我夫人的命格和体质。那只是一方面，因为我看你杀伐果断，敢打敢拼，就像现在这样。但我还是那句话，别问我想要什么，要看你还有什么。我现在只有上官集团几万亿的家产，你想要拿去便是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你还有什么？我现在是孤家寡人，怎么？你想要我的命？没错，你的脑子还算清晰。
我就是想要你的命。没事儿，等你死了以后，我会拿你的尸体和你女儿配个婚，也算是告慰你老婆的在天之灵了。我知道我做过，但我想站着死。你想体面，我理解。落难的凤凰，不如一根鸡毛。哎，你快走！真是一条忠心耿耿的狗，可惜死得太不值了。你好啊，5万8。啊不，师兄。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二小姐。你最大的优点也就是你的缺点，太善良，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下辈子这缺点记得改一改。就凭你也想取我性命？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，我不相信！莹莹，清醒点，这就是现实。既然我们的父亲想害我们，我们也应该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我有一针名叫洞玄问心针，中此针者只会说真话，不会说假话，是真是假，一探便知。你们2位先将衣服穿好。陈管家，你刚才所言是真是假？都是肺腑之言。我推断之事是否错了？丝毫不差。二小姐被蒋家和古王八欺负一事，你可知情？是老爷故意安排二小姐早上到蒋家谈项目合作。林先生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还是不敢相信父亲会做这样的事情。2位，我们现在身处冷漠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听听上官家主怎么说。就这么做，一切听林先生安排。2位小姐，多有得罪。你好啊，5王八。啊不，师兄。这样看来，你们如此的大费周章，就是想听点真话。也不全是，你来此完全是意外之喜。喜从何来？免得我浪费功夫去找你，将你就地诛杀。将你就地诛杀。师弟，你这点本事可是杀不死我的。5王八，这房间已经被我下了结界，你别浪费功夫了。你的蛊虫之术在这里派不上用场，束手就擒吧。不愧是天池一尊，师傅真是把压箱底的本事都教给你。但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今天就留你一命，我来日方长。上官家主，今日发生之事是你上官家的家事，我不干涉。不过这古王八为何称我为师弟，我很费解。因为我师父从未提起过有这样一个弟子，我宗门记录也从未记载过有这样一号人物存在，所以有些事情还请上官家主如实说出。刚才你们都听见了？听到了。
爸，你居然想拿我们全家的命，去换取你的长生不老，换取你的商业帝国，你配做我们的父亲吗？上官家主，这噬心蛊并不能让你长生不死，也不能让你羽化成仙，它只会不断吸食你和你家人的精魄，直到你家破人亡。否则有这样一个长生不死的好事，他古王八为何不留给自己，而留给你一个没有任何道行的？那如此说来，我并非谷中看中的天选之人，而是他试验的小白鼠。爸，您一个老江湖，为什么会信这种歪门邪道的说法？莹，这个人他害死了我们的母亲，现在还想害死我们，就为了满足他的私欲。他不是咱爸，咱爸早死了。苗苗怪我也无可厚非，但有些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。那么还请上官家主如实告知。当时我刚创业，公司接了个大单，进行了一半的时候，投资方突然撤资，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员工需要我养活，我母亲等着我的钱去救命。苗苗快要出生了，到处都需要钱。我多次上门求他不要撤资，可每次都吃了闭门羹呐。就这样，单黄了，公司也黄了，我的母亲死在病床上。我从医院收拾出来，便去了一趟寺庙问缘。出来以后，碰到了古尊。哦，林天启，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！他问我要不要报仇，当时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还以为是菩萨显示了，便和他做了一笔交易，用我们全家人的性命去满足你的贪婪私欲。他答应我，让我15年内登上护海商业王座，长生不死。我当时年轻气盛，还没等他说完，我便点头答应。所以这代价是你全家人的性命。哇，这代价是我要孤独终生。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？孤独终生不仅仅是失去家人，从此以后我身边没有一个能信任的人。那恭喜你啊，你的愿望达成了，从此以后你就是孤独终生了。大小姐，你先别着急，让上官家主把话说完。他没说出代价，我便点头答应了。当他说出代价是孤独终生的时候，我毫无感觉。林天际便给了我一罐茶叶，说是不要泡茶喝，放在床头，因为位置摆放问题。当天晚上我就和夫人大吵了一架。这不是普通茶叶，这个茶叶里头有蛊虫。没错，现在想来，那便是代价的开始。我的夫人看到这玩意儿就睡不着觉，当天晚上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茶叶还在，可里头的蛊虫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蛊虫的目标根本不是你，而是你的妻子，因为她有着奇怪的问题。先开始没有任何征兆，等到颖儿出生以后，我的夫人在家里突然吐血暴毙。我给她收尸的时候后悔和林天际签了这个代价。我找到他，和他说交易取消，我不想干了。可他跟我说，你不要看到你失去了什么，你要看到你得到了什么。所以你得到了什么？帝国，一个属于我上官皇的商业帝国。从此以后，上官集团蒸蒸日上，甚至没有用到15年，就成了护海商业霸主。你拿回来的蛊虫进入你夫人的身体，二小姐的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你带来的。是啊，是我带来的，但我已无退路，我只能拼命向前，给他们提供最顶级的物质条件，以此来弥补对他们的亏欠。可我宁愿生活窘迫，也不愿看到我们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了。病能医，欲望难除啊。那是你们没有到绝境，是个人就有欲望。事到如今，我上官皇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那你对得起和你白手起家、共度难关的妻子吗？有时候为了家族伟业，牺牲个人利益，微不足道。真是不可救药。这不是我认识的父亲。那林天际为何称我为师弟？你之前说遇到他的时候是在清风山。
确实啊，但是林兄弟，他为何叫你师弟？这我也不明白啊。事已至此，我只想隐退江湖，从此不问西东。上官集团就交给淼淼和颖儿来继承，你们两姐妹同心协力，定能带上官集团走得更远。淼淼，这是上官家的长老令牌，剑牌如见人。从今以后，上官集团就是由你来说了算了。这脏东西就让它烂掉吧，10个上官集团都换不回我母亲的一条命。淼淼啊，你像极了当年刚刚创业的我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但最终你会明白，现实会把你压得抬不起头。而这个令牌，就是帮你击穿现实的一把利剑呐。颖儿，过来，让爸爸再抱一次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妈又在，该多好呀！二位小姐姐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这上官家主是服毒自杀，这毒藏在他牙齿内。我想，这是他留给自己的后事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在护海这么多年，树敌颇多，万一落入死敌之手，也算是给自己留了一丝最后的体面。林神医，你一手通天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现在肯定还来得及呢。二小姐，上官家主长生不死的信念崩塌，害死了妻子，也差点害死了你们俩。他自责难当，一心求死，只怕是我也会施法术的。莹莹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咱们兵分两路。你去处理父亲还有集团的后事，我和林先生去找林天际算账。上官淼不愧是上官华的女儿，遇事冷静，临危不乱，有王者风范。大小姐，先别急，林天际这蛊虫之术用得炉火纯青，现在前去跟送死没什么区别。我给你样法宝，你涂在身上。这个叫雄黄金，涂在身上之后可以被身体吸收，无色无味，却是蛊虫的克星，相当于给身体穿了一层铠甲。一般的蛊虫蛊术奈何。我想了想，斩草还是要趁早，再放任你不管，迟早要坏了大事。所以林楚，受死吧！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你了。还我母亲的命来！哼，林楚，我的蛊虫该还给我了。腹为而涂，血为而穿，骨为而巢，魂为而斩，金翅而还。怎么回事？林楚先生不是已经在这布下结界吗？他怎么还能施法？结界，大小姐，对我来说没有结界。再说了，就凭这小子的本事，也配炼化我的蛊虫，真是可笑。哼。
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就还给你喽。林楚，你竟然在我的蛊虫上吐了手脚！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你这蛊虫炼了吧？这叫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如目所见，非如所见；如耳所闻，非如所闻；如肤所感，非如所感。记忆之思，与我执掌。去！幻境来了，小心，记住我说的。就凭你们，也配跟我斗？你们就在我的幻境当中度余生吧。你这破阵对我没用，别白费功夫了。我倒挺好奇，你是如何来破坏我的幻境的？多亏了你的蛊虫，要不然你的蛊术也对我起不了任何作用。林楚，那你身边的大小姐呢？你就不管她的死活了吗？雕虫小技，真是老掉牙的东西。不可能，你一介凡夫俗子，怎么可能破坏了我幻境？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身上涂了雄黄精，不过一切都到此为止吧。嘿，想要弄死你的方法多有趣了。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大限将至，我笑林先生料事如神。什么？林楚竟然在上官淼身上下毒！什么时候？你是如何算到会去擒他的？帮他破你同心蛊的时候，怎么就允许你下蛊，不允许我做手脚？你这人不就爱捡软柿子捏吗？但我告诉你，你这次踢到铁板了。我这银针确实对你提不了任何伤害，不过配合上这毒，你怕是神仙难救。好好准备身后事吧。堂堂古尊，竟然被你们小瞧了！抽如所持之精血还于我身，夺如所击之魂魄，补我残力。你要是这么容易被杀，那也太没趣了。阴曹开飞，万折出栏，以血为祭，以为缘。是。嘘，别动，这是动静蛊。林楚，算你小子识货，此为动静蛊，专扑会动的活物，只要沾上短短30秒，便会成为一堆白骨。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艺术，做了一点小小的改进，他们只吃白骨，不啃皮肉。等你们死后，正好我用你们2张人皮做2件衣服。放心，这么好看的脸蛋，我会把它缝在胸口的位置。师弟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成为天池一尊吗？师弟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是天池一尊吗？那是我让你的。我的本事比你当年强多了，定生死，肉白骨，我治的人不计其数。后来我发现了宗门秘术蛊术，师傅的老家伙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你吧？医道正门之法的究极秘法，竟然是人人喊打的蛊术。后来我发现了蛊术的秘密，蛊术也可以救人，只不过救人的方式并没有那么体面，就因为没那么体面，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我不甘心，凭什么医术被奉为正道，蛊术就是邪门歪道？后来我偷偷研究蛊术，直到我用蛊术救活了第一个人。你猜那个人现在怎么样了？这个王八蛋竟然向师傅诬告我用蛊术害他。后来我被师傅逐出师门。
哎呀，从此我便知道，病痛一出，人心难医。救人，笑话，我给世人一个机会，他们自会堕入深渊。好了，故事就讲到这里吧，也该送你们上路了。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死法啊？哦，对了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你们现在不能动，我这就送你们上路。无声即地，无欲即入，以我光明玉为尔开正统。我的蛊虫怎么消失了？你怎么会蛊虫的咒语？我身为天池一尊，在我面前没有秘术，你的蛊术已经被我知道。明天记，我失算了。个王八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对了，小丫头，怎么把你给忘了？师弟，你不是想替天行道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会不会朝着爱你的人动手。爱我？大小姐的心思藏得可够深的啊！和我师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都没有告诉过他你的心思。林天记，你快从他身上出来，否则我今天饶不了你。林先生，你别听他的，该动手就动手。为了我母亲，为了天下苍生，我牺牲我一个小小的上官远不算什么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一口一个林先生，没关系，想爱你就都大声的说出来，我倒要看看这个人会不会因为杀了我而杀你。林叔，你还等什么呢？你快动手啊！牺牲我一个人拖这个魔头下水，我这一辈子值了。师弟，咱们俩联手吧，你精通医术，我精通蛊术，到时候咱们俩联手，我们就能控制整个世界，我们就是这个星球的霸主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我这个人正好有精神洁癖，从来不与畜生坐同一条船。哈哈哈！这辈子敢拒绝我林天记的，也就你小子一个。我告诉你，你别蹬鼻子上脸，等我把大小姐的精血吸干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给我动手！你说你个王八蛋！他不过就是一个算命的江湖神棍，治好我父亲的林一尊。林神医，林神医，林神医。林先生，这辈子能遇见你，我真的很感谢。再见了。住手！他的债我来讨，你的命我来保。你们今天都得死！万煞听令，无声方为。尔等永世之本，无间之牢，亦是尔等唯一解药。出！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这蛊术的终极秘法？你错了，这不仅仅是你巫术的终极秘法，也是我医术的终极秘法。你呀，就好好待在我的识海里，享受余生吧，师哥。不，不！你醒了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古王八呢？没事，他已经被我困在我的识海里，他的余生将永远在我的识海中度过。识海？就是脑子里。那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吧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毕竟你这脑子里可是住了一个人啊！你忘了我是谁了吗？也对，你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池一尊，世间的疾病能奈你何呀？那你接下来打算把他怎么办？带我回师门，听我师父处置。毕竟这是我宗门内事。
姐，不好了，父亲的尸体不见了！什么？莫慌，先去看看情况。